领导，你知道沈海洋找到了吗？听说了。你现在终于可以死心了。一个死了10几年的人，怎么可能再出来作案？还什么替罪扬理了，根本就是异想天开。现在证据链完整，你就别再折腾了。什么情况？海专马上就移交了。去年河道清淤的时候发现的。去年发现的，为什么不上报啊？县法医在检查完白骨之后，确定不了死因。我们也尝试在各种失踪人员中寻找尸源，但是都没有结果。解剖室在前面。我们这儿是县局跟民政部门有合作，所以在殡仪馆留了一间房作为法医解剖室。这边。本队，来，你们看一下，耻骨夹角75度，颅骨前额有坡度，后枕隆起。综上判断，死者性别是男性。从牙齿的磨损程度及耻骨联合面的特征来看，死者遇害时的年龄在35到40岁之间，身高1.80米左右，左上后牙槽缺了一颗，不知道是拔牙还是磕碰形成的。钙化这么严重，能查出 DNA 吗？县里的技术条件，想从降解这么严重的骨骼中提取 DNA 肯定是办不到。但是呢，我们把骨头送到了省物证鉴定中心，通过最新的技术，才把这具白骨的基因型给扩增出来。前几天刚刚把数据上传到了库里，没想到就跟你们的样品比对上了。要是再早几天做比对，估计都不一定有结果。这白骨真的是沈宇的父亲沈海洋的吗？绝对错不了。省里的法医复检了好几遍，这2个样本之间绝对是亲子关系。死亡时间推算出来了吗？15到20年之间吧，没办法更准确了。蓝队，这是尸检报告。发现尸体的时候已经完全白骨化了，骨骼上没有明显的劈砍或者是钝器打击的痕迹，颅骨、胸骨、颈椎、舌骨都完好，四肢及躯干骨也都没有工具伤痕，所以没办法判断死因。随身物品有吗？有，已经从物证科那边调过来了，就在这放着呢。这照片刚好夹在钱包中间，形成个密闭空间，意外的保留下来了。就没发现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？就这些了。待会儿你签字，把这东西包括那具骨头带回队里验一遍。哦，行，弄骨头。还有，告诉技术队，针头优先化验啊。好嘞。有结果了吗300路。看见没？公交公司吗？我是海州市刑警队的。老顾那边颅骨复原怎么样了？难度比较大，还需要几个小时。车票查了吗？这种旧车票10几年前就不用了，我已经跟公交公司的人联系过了，让他们帮忙查一下车票的详细信息。关键的是这个，注射器里检测出了麻醉药和激松剂的成分。这么说，沈海洋也是被凶手杀害的？这也太诡异了吧！如果沈海洋早就被杀了，那沈宇这么多年苦苦寻找的人又是谁啊？难道他不知道他爸已经被人杀了？
造化弄人啊！没想到沈宇也是海州案受害者。沈宇曾经跟我说过，他有17年没见过他爸爸了。我当时还以为他撒谎呢。沈宇不光不知道沈海洋已经死了，他还把凶手误认成是沈海洋。这怎么误认呢？难道凶手跟他爸长得一模一样？怎么可能？就算是同卵双胞胎，时间相处久了也能分出差别来。怎么就不可能呢？那万一这17年他们俩就没见过面，17年里边，凶手和沈宇一直就单线联系，凶手用某种手段操纵控制沈宇，像一个木偶一样，木偶还以为自己有灵魂呢。沈宇也是救父心切，太想拯救这个爸爸了，然后亲自杀人，再嫁祸给何伟光。要是这样，这也太悲剧了吧！啊，沈宇不仅没有救了他爸，反而还替杀害他爸的凶手脱了罪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这还到处找你呢，你怎么来我这儿了？我找你汇报个事儿。多亏你批准我去了一趟乐贤殡仪馆，沈海洋的白骨说话了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在他尸体边上发现2样非常关键的证据：注射器，而且注射器里边含有麻醉剂和寄送的药物。杀沈海洋的人很可能是海州案的凶手。所以我现在建议把沈海洋的案子和海州案并案调查。那之前我们的调查结果就被推翻了，也就不能移交给检察院。也不能说推翻吧，暂缓，先把沈海洋的死因调查清楚。这个跟海州案肯定是有关系。我决定并案侦查。走。怎么了？我们也找着沈海洋了。找到了。他在哪儿？尸体白骨，已经死了10好几年了。不可能。沈海洋怎么可能死了呢？沈海洋怎么可能死了？他不可能死，怎么可能死了？DNA鉴定都比对过了，的确是沈宇的父亲。一定是哪儿搞错了，这不可能是沈海洋，一定是哪儿搞错了。沈海洋不可能死了。怎么可能死了？而且他也可能是凶手杀的，因为我们在尸骨旁边发现针管和注射器，里边有麻药和寄送的药物。不可能。冷静点行吗？你穿白大褂的样子，让我想起你小时候玩游戏扮医生的样子了。
喂，爸，你在哪儿？我们很快就会见面。你，爸，你在哪儿？我要见你。爸。冷队，就这块区域，捞了很多遍了，什么都没捞到。哎，冷队，真的什么都没有，您别下水了。桥下边找一找，桥下边往中间一点。行行，这不是第一现场，这是抛尸现场。弄对，公交公司那边来消息了。查一下当年的公交那点图。印刷厂家属院、朝阳路北、春天广场、城关小区、城关中学。凶手当年是坐着300路公交车逃走的，所以沈海洋跟凶手应该就在同一辆公交车上。偶遇吗？偶遇就要杀人啊！一个公交车上那么多人，为什么不瞄准别人？不可能是偶遇。凶手的杀人目标从来都是女性，不可能无缘无故改成一个男性。这中间肯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。有一个人应该能帮我们解开谜题。哎，老郭。小兵，颅骨复原出来了，我发你邮箱里了。你们俩去找唐振宇，是时候让他知道这件事了。好。对不起，没有预约，你们不能进去。哎，沈医生他们，把今天安排都取消吧，先去见一个人。请。沈医生，今天叫你来呢，是想让你认个人。往前走点，没事。什么意思？这个是你父亲沈海洋吗？
这是我们做的颅骨复原。泽县公安局在对河道清淤的时候发现了一具白骨，死亡时间15到20年。这具白骨和你的侵权指数高达99.9%，也就是说，他就是你的父亲沈海洋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对不起，我先去一下洗手间。沈医生，如果你觉得不舒服，我们可以换一个时间再聊。我爸是怎么死的？具体死因还在调查之中。我们在现场发现的注射器里边，检测出了激松药和麻醉剂。沈宇，当年打电话报警那个人是你爸爸。我们在现场提取到那枚残缺的指纹，也是你爸爸。当时他就在现场附近，他的穿着和凶手高度吻合，所以导致我们也误认为他就是凶手。协查冬末发出去之后，你也以为你爸爸就是
做杀人犯，对吧？这就是一连串错误的起点，一连串。你还能不能想起来你最后一次见你爸爸是什么时候？记不清了。00年9月2号。这是我们在你爸爸的遗物里发现的当天的车票。那你还能不能想起来，你跟他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，还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？想不起来了。为什么你爸爸失踪15天之后，你才去派出所报案？因为我不知道他失踪了。我爸经常出差，一走就是10几天。我是在10几天之后收到那封信才知道的。你爸爸在9月2号当天就已经去世了，准确的说是遇害了。10几天之后，给你写信的那个人到底是谁？沈宇，荣成家园案，到底谁是凶手？我不知道。沈宇，你干什么？我只想和你说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现在的感受。我老师去世之后，我一直在问自己，如果那天我做点什么呢？哪怕是我跟他多说2句话，让他晚出门几秒钟，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。我无法面对那个房间，我无法想象他死前经历了什么。我欠你一个道歉，我冤枉你爸了。我们要相信法律。我理解你对你爸的感情，你把你所有的希望、感情全部寄托在他身上。这么多年你一直住在这里，就是因为他是你爸给你留的唯一念想。你没有搬家，就是希望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他还能找到你。你不恨他吗？杀了你爸的那个凶手，和我一起找到他。你是不是还相信你爸还活着？对，我也相信。不仅是因为那个电话，还是那之后，你所有的反应都告诉我他一定还活着。你一定有什么证据，对吗？
我没有什么证据，就只不过就是一个女儿希望爸爸还活着的美好心愿。沈玉，你不要再骗自己了，不可能只是希望，你一定有什么感觉的，而你的感觉和真相之间一定存在着什么必然的联系。没有任何联系。沈玉，对不起。我不接受你的道歉。我明白。我刚刚去找过沈宇了。怎么样？他说什么了？他什么都没有说，一直哭。你觉得宁丽是他杀的吗？我觉得他之前动过这个念头，但不是他。我们之间的推断是错误的，但是他手里一定有关于凶手的线索。他在警局也没说吗？没说，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沈宇这么聪明，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。他之所以保持沉默，只有一个理由，他想自己找到凶手，替他爸爸报仇。我们必须阻止他，不能让他变成杀人犯。而且海州案必须真相大白，凶手必须接受审判。哎，邓队，你让我查沈宇的背景资料，有没路了？叔，你还是来一趟吧，这事儿太奇怪了，电话里说不清楚。这摸底的时候，我发现了这几个案子，都跟沈宇有不同程度的关系。这是一起伤害案，2002年，有几个小混混在学校门口被打了，被脱光了衣服装在麻袋里。你看一下，这都有照片啊。事后警方调查发现，3个人都被装有麻醉剂的注射器给扎晕了。在这3个小混混被扎晕毒打之前，刚刚勒索过沈宇。警方询问过沈宇，他也很吃惊，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这个案子的受害人是海州医学院的一名老师，很多女学生都被他骚扰过，沈宇也是其中之一。之后啊，这个老师就跟那3个小混混一样，被扎晕毒打，扔在了学校门口。周小妍这个呢？这个女孩是沈宇的室友、闺蜜，当时最好的朋友。当时最好的朋友啊，这个周小云跟她男朋友约会的时候被人给偷拍了，照片被公布到了网上，闹得是沸沸扬扬啊。最好的朋友也没放过吧？这你就不知道了。当年市医院精神科招聘的名额只有1个，周小云和沈宇都进入了最后名单。那事之后，周小云受到了严重的打击，直接退学了。沈宇就得到了这份工作，进入了海州市医院。警方当时也怀疑过沈宇，但是调查之后没发现什么疑点。周小云现在在哪儿？还在海州市。